这是一个彻底颠覆你我认知的时刻，请先把手边所有的杂事都放一放，甚至把你那杯还没喝完的咖啡也先搁在一边，深吸一口气，哪怕只有几分钟，请耐心地听我说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可能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但这却是正在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正准备掏空6个钱包，花大把积蓄送孩子去读名校的金融系或者外语系，又或者你自己正熬夜苦读，准备考一个光鲜亮丽的白领资格证书，我可能会劝你先停一停，哪怕是走到窗边看一眼楼下那个正在修水管的蓝领工人，因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里，那个满手油污钻在水槽底下的背影，那个在烈日下扛着梯子的身影，可能比坐在全景落地窗前喝着进口矿泉水敲键盘的精英还要来得更有安全感，甚至更有前途。这绝对不是我在危言耸听，也不是什么为了博眼球而编造的蓝领逆袭爽文，这是基于硅谷最前沿的数据，更是被称为 AI 教父的杰弗里·辛顿亲口发出的预警。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职业大洗牌，过去我们认知的社会金字塔正在倒过来，那些曾经被视为底层的体力劳动正在成为 AI 风暴中最坚固的避风港，而那些光鲜亮丽人人称羡的白领职位却成了悬崖边岌岌可危的危楼。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逻辑啊！我们从小被教导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怎么现在全反了？别急，让我们拨开表象看本质，逻辑其实非常残酷但简单。你想想看，人工智能最强大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处理海量信息，在于毫秒级的逻辑推理，在于几乎完美的语言生成。它能在1秒钟内阅读完人类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它能在瞬间写出结构严谨的法律文书，而这些技能恰恰是大多数白领赖以为生的核心。微软前阵子做了一项极其详细的分析，他们调取了超过20万份用户与 Copilot 的对话数据，结果让人头皮发麻。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职业，清一色全是我们需要苦读10几年书才能得到的好工作，像是精通多国语言的口译员，博古通今的历史学家，反应灵敏的客服代表，舌灿莲花的销售精英，甚至是负责撰写商业文案的创意人员。这些工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高度依赖信息的处理和语言的输出。而现在一个生成式 AI 几秒钟就能完成你几天的工作量，而且它不知疲倦，不拿薪水，不会抱怨，更不会因为昨晚失恋了心情不好而写出烂文案。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选择题。但反过来看，为什么说水管工、电工最安全？辛顿的观点一针见血，直击 AI 的死穴。因为 AI 再聪明，它目前也无法突破物理世界的厚重屏障，它没有身体，它没办法从屏幕里伸出一只灵活的机械手来帮你通马桶，没办法爬上30层楼高的屋顶在狂风中修瓦片，更没办法细心地帮病人按摩僵硬的肌肉。微软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重型机械操作员、摩托艇驾驶、家政阿姨、屋顶修理工，这些涉及复杂物理操作，需要手眼协调和现场应变的工作， AI 至今束手无策。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人类引以为傲的大脑皮层功能正在被外包给硅基生物，而我们曾经想摆脱的看似笨拙的双手劳动，却成了人类最后的防线。这就是为什么在 AI 时代，蓝领反而成了铁饭碗，而白领却成了免洗筷、用完机器。这种冲击并不是未来的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特别是由美国吹来的寒风已经刺骨，对于刚走出校门、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以前我们总说读好书才有好未来，但现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狠狠打了这个观念一巴掌。就在今年第一季度，22岁到27岁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面临着疫情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寒冬，失业率飙升。他们与整体劳工市场的失业率差距已经拉大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手里那张印着烫金校徽的文凭，在当下的就业市场上，
可能还不如一张水电工的执照来得有含金量，甚至不如一个会开挖掘机的师傅来得抢手。更可怕的是，这还只是开始。Anthropic 的执行长 Dario Amodei 最近发出了一个听起来像科幻恐怖片的警告。他说，未来5年内可能有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会彻底消失，失业率可能会飙升到 20%。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每5个人就有1个人在街头流浪或领救济金，曾经的中产阶级梦想将彻底破碎。他甚至严肃地提出，政府可能需要对 AI 公司征税来发放全民基本收入，否则社会结构将会崩塌。因为原本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正在被 AI 掏空，变成无用阶级。这股寒气也已经吹到了台湾。根据111人力银行的调查，超过60%的上班族感到焦虑，特别是行政文书和助理类的职位，被认为是最先会被淘汰的重灾区。你想想看，以前老板需要一个助理来安排行程、回复邮件、整理报表，现在一个 AI 助理软件，每个月只要几百块台币就能做得更快更准，还不会请病假，不会有情绪。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选？这不是冷血，这是商业逻辑的必然。华尔街的投资人现在最喜欢听的故事，已经不是我们招了多少优秀人才，而是我们裁了多少人，然后买了多少 GPU。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却是资本市场的真实写照。效率至上，人情靠边。企业高层现在面临的选择题非常简单粗暴，是继续花大钱养一群工程师和行政人员，还是把这笔钱拿去买算力？答案显而易见，这导致了一种新的企业结构正在形成。耶鲁大学的教授把它称为杠铃型的结构，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也就是说，未来的公司只需要极少数的顶层决策者和底层的执行操作者，中间那些负责传递讯息、管理流程的中阶主管将会被 AI 彻底取代。组织正在扁平化，或者说正在被去人化。甚至连 AI 公司自己都在经历这种巨变。Anthropic 的内部员工透露，他们现在的工作内容已经变了，以前是自己一行一行写代码，现在变成了管理一套 AI 系统，一个人的产出效率是过去的3倍。这听起来是好事，但反过要想，这也意味着公司不再需要那么多初级工程师了，入门级的职缺正在消失。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入门职位的招聘已经减少了 35%。这对于想要进入科技业的新鲜人来说，无疑是把大门关上了一半。经济学家担心，这样下去，我们将失去培养未来专家的训练基地，因为没有了初级工作，新人要怎么积累经验，成为专家呢？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整个职业晋升的梯子被抽掉了。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甚至让人感到窒息的时代，到底还有什么工作是安全的？我们是不是都要去学修水管？这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经过全球大数据与算法模型深度运算后给出的答案。这份10大铁饭碗名单其实隐藏着人类最后的优势密码。既然大家都想知道谜底，那我们就换个玩法，像剥洋葱一样，从第10名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剥，看看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请仔细听，这可能是你未来10年职业规划的救命稻草。第10名，运动员和教练。这点最有趣，也最能说明人类的本质。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为什么排在第10？因为这代表了人类对肉体极限的崇拜。我们看奥运、看球赛，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类如何挑战生理极限，看的是汗水、泪水和拼搏精神。如果全是机器人踢球，踢得再精准，跑得再快，也没人看，因为那失去了人的意义，那叫程序设定，不叫体育精神。我们感动于运动员在绝境中的坚持，共情于他们的失败与成功。而教练这个角色，
则需要根据每个运动员及其微妙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细节来制定计划。这是一种高度人性化、需要极强洞察力的工作。体育竞技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展示，这一点冷冰冰的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第9名，服务业从业人员。千万别误会，这里指的绝不是那些机械式的点餐员，而是提供高度客制化、有人情味的服务人员，比如顶级餐厅的侍酒师、高端旅游的规划师，甚至是你的私人管家。他们贩卖的不仅仅是服务，而是一种体验，一种被重视、被关怀的感觉。AI 可以给你推荐性价比最高的红酒，但它无法像侍酒师那样，通过观察你的表情和今晚的氛围，为你倒上一杯最抚慰人心的佳酿。这是 AI 无法提供的情绪价值。在未来，标准化的服务会变得极其廉价，但真正走心、有温度的服务将变得昂贵。人们愿意为了人的服务支付溢价，因为在被算法包围的世界里，人与人的真实互动将成为一种奢侈品。第8名，技术工人。这就是 AI 教父辛顿反复强调的水管工、电工、木匠。这些手艺人掌握着物理世界的钥匙。你想想看，每一个漏水的马桶，每一条短路的电线，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环境也是千奇百怪的，需要灵活的手工技能和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机器人要像人一样灵活地钻进狭窄空间维修，还需要很长很长的进化时间。在那之前，蓝领技术工将是无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而且随着基础设施的老化，这类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他们的身价将随着稀缺性水涨船高。所以别再看不起蓝领了，他们才是未来城市的守护神。第7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这里指的是那些探索未知领域的科学家。AI 擅长归纳已有的知识，做从1到100的优化，但从无到有的创新，提出颠覆性的假设，解决前所未见的问题，依然需要人类的灵感火花和疯狂的想象力。科学的突破往往来自于意外和直觉，而 AI 只有逻辑。那些能定义新问题、开创新领域的顶尖头脑，依然是人类文明的火车头，他们不会被取代，反而会因为有了 AI 这种工具而变得更加强大。第6名，企业高管。你可能会觉得惊讶，但高管其实很难被取代，因为他们需要在信息不完全、市场混乱，甚至充满欺诈的情况下做决策。这种决策往往依赖于直觉、胆识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领导团队时的个人魅力。AI 可以提供完美的数据分析，但拍板定案的勇气和承担责任的能力是人类独有的。领袖之所以为领袖，是因为他们能在黑暗中指出方向，能凝聚人心，能在绝望中给人信心，这些都是 AI 做不到的。AI 可以是最好的参谋，但绝不会是最好的将军。第5名，社会工作者。社工面对的是最复杂的社会问题，贫困、家庭暴力、成瘾、边缘群体，这些问题往往交织着极度复杂的人性纠葛和情感拉扯，没有标准答案，需要高度的沟通能力、现场判断力，甚至需要冒险进入混乱的环境去解决问题。这是坐在恒温服务器机房里的 AI 无法触及的领域，也是社会最后的温情防线。社工不仅是在解决问题，更是在修补社会的裂痕。这种非标准化的、充满变数的工作，是算法最头疼的噩梦。第4名，心理咨询师。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同理心的职业。心理咨询师需要建立深度的信任关系，听懂那些弦外之音，感受对方言语背后的痛苦，并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AI 可以分析你的语气，判断你的情绪指标，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你的悲伤，它只是一堆数据的模拟，而治愈往往来自于灵魂与灵魂的共鸣，来自于另一个人类真诚的倾听和接纳。在这个焦虑的时代，人类对心理支持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而这种支持必须来自同类，因为我们只有在面对同类时才能卸下防备。第3名，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医生和护士不只是看病，更是在治人。AI 可以诊断片子，甚至比医生还准，能发现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病灶，但它无法在病人得知噩耗时握住他的手，告诉他别怕，我们在，无法提供那种面对面的情感支持和个性化护理。那种信任感和安全感，是人类在脆弱时最需要的东西。医疗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人学。这种人性的关怀是机器无法模拟的。在未来，也许 AI 会负责开药方，但医生会负责解释药方背后的希望。这种分工将是常态，而关怀本身的价值将大大提升。第2名，教育工作者。AI 可以教知识，可以给你最标准的数学答案，甚至比百科全书还全，但教不了做人。未来的教师角色将从知识的搬运工彻底转变为灵魂的工程师。他们要做的是引导学生的价值观，激发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在学生迷茫时给予眼神的鼓励。这种情感的传递和人格的塑造，是冷冰冰的屏幕永远做不到的。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灵魂唤醒灵魂，这是 AI 的禁区。当知识变得唾手可得，如何运用知识，如何辨别是非，如何与人相处，这些软技能的传授将变得无比昂贵。第1名，真正的创意产业。请注意，在这个榜单的冠军，我指的绝不是那些为了流量而存在的自媒体，不是那些每天在键盘上敲打出千篇一律资讯的内容农场写手，更不是那些只会玩弄技巧的营销号。那些工作AI 已经做得比人类好10000倍了。我所说的创意产业，是指那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艺术与创作，是那些在深夜里呕心沥血写出的小说，是那些包含了创作者一生悲欢离合的交响乐，是那些在画布上凝聚了绝望与狂喜的油画。为什么说这是铁饭碗？因为 AI 没有灵魂，更重要的是AI 没有痛苦。伟大的艺术往往诞生于痛苦，诞生于对死亡的恐惧，诞生于失恋的撕心裂肺，诞生于对命运的无奈。海明威能写出《老人与海》，是因为他理解那种与命运搏斗的孤独。梵谷能画出《星夜》，是因为他透过精神的折磨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种扭曲。AI 可以模仿风格，它可以1秒钟生成1000张像梵谷的画，也可以1分钟写出10000字像海明威的小说。但那只是数据的堆砌，是概率的计算。AI 没有童年，没有创伤，它没有经历过初吻的颤抖，也没有体验过失去至亲的空洞。它不知道什么是心碎，所以它永远无法创作出真正能让另一个人类流泪的作品。在未来，平庸的功能性的内容将变得一文不值，因为生产成本几乎为0。但那些包含了真实人性、真实情感、真实痛苦的原创艺术将变得前所未有的昂贵。人类会渴望看到另一个人类的灵魂痕迹，这是一种在算法时代对真实的奢侈追求。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艺术家、音乐家、小说家，请不要害怕，你的敏感和痛苦正是你对抗机器的最强武器。看懂这10个职业，你就会发现一个核心逻辑：凡是涉及复杂情感、人际深度互动、高度创意以及复杂物理操作的工作，就是 AI 的禁区，也是我们的生路。所以，面对这场海啸，我们该怎么办？恐慌没有用，抱怨也没有用。大数据分析给了我们3个锦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这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穿越周期的唯一船票。第1，升级人机协作能力。不要试图去和 AI 比速度、比记忆力，你会输得很惨。你要做的是学会驾驭它，把它变成你的超级工具。学习怎么写精准的提示词，学习怎么用 AI 拆解复杂任务，让 AI 帮你处理繁琐的杂事，而你专注于做决策和创意，成为一个骑在 AI 背上的人。以前我们用锄头，后来用拖拉机，现在我们用 AI， 本质都是工具，关键看谁在用。未来的职场，
不会是 AI 取代人，而是会用 AI 的人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第二，深耕高价值领域。如果你的工作内容是可以被轻易标准化、流程化的，那你就要小心了，赶快转型，去学习那些需要复杂判断、需要人性关怀的技能，比如从单纯的程序员转型为系统架构师，从普通的客服转型为客户成功经理，让你的工作充满人味，让你的价值体现在那些 AI 算不出来的领域。哪怕是做销售，也要做那种能和客户喝茶聊天、建立深厚私交的顾问式销售，而不是只会打电话的推销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打造跨界适应力。以前我们说一技之长可以吃一辈子，现在这个观念要改一改了。在 AI 时代，技能的保鲜期会越来越短，你可能每3年就要更新一次你的技能库。你要像变色龙一样，随时准备适应新的环境，建立你的个人品牌，积累你的人脉，因为技能可以被替代，但你这个人的信誉和连结是 AI 拿不走的。你需要培养一种终身学习的本能，不要抗拒新事物，而是要像海绵一样去吸收它。这场 AI 革命不是像工业革命那样只是换了工具，它是在重塑我们对工作和价值的定义。它很残酷，会淘汰掉那些不愿意改变的人，但它也充满机会，因为它会把人类从重复无聊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逼着我们去进化，去寻找那些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别再问哪些工作不会消失，而要问你自己，在这个新世界里，你能提供什么 AI 给不了的价值？是你的温度，你的创意，还是你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才是你唯一的护城河，也是你在 AI 时代安身立命的根本。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